受害人的衣物和指甲都被仔细的清理过，没有发现微量物。不过，在这副眼镜的眼镜腿里发现了一些皮屑，是受害人马玉的。这些足迹我都看过很多遍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脚印是有问题的。虽然同样是39号的脚，但我觉得是2个人的足迹。我姥爷之前在湿地保护站工作，他们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辨别盗猎分子的足迹。你们看这3张照片，2个脚印发力点均匀，左右脚深浅是一样的。但是这组照片，左右脚的脚印深浅明显不一样，而且是左脚深，说明这个人的发力点是在左脚上，证明是2个人。有2个嫌疑人，恰好2个人都穿了同样的运动鞋，同样的尺码，其中有1个人发力点在左脚。这是受害者的行动轨迹，从这条小道上下来，到达了这个点，然后朝这个方向有个折返，最终的受害位置应该是在这里。中心在左脚的那个人从这条路上来的，到了尸体周围不停地转，一直在尸体附近徘徊，然后原路返回。而左右脚发力平均的这个人和受害者一样，是从这条小路上下来，同样也跟受害者走向了这个方位，有一个折返。这些区域都是3个人脚印重叠的地方，而只有这个是2个人脚印重叠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这儿。这边都是一些动物的骸骨，像是小猫小狗的，看样子是家养的宠物，没有人骨。但是可以肯定啊，这些动物在生前都是遭到了残忍的虐待。难怪这马玉只外出1天就要背一个65升的大肉包，感情的不是为了爬山，是为了抛尸的。嫌疑人把凶手摆成跪姿，就是为了让他给这些宠物道歉。看来我们这个嫌疑人肯定是养宠物啊，而且应该已经被马玉杀了。看，你们看，他不光干坏事儿，还录了像。全听梦见我的视频，这磁盘损伤还挺严重的。这种事为什么不早点报警啊？他说我只要报警，他就打死我。电脑带回去，我得仔细查一遍。找找这些猫狗的主人，嫌疑人可能就在里边。那喝点东西。团队，马玉他老婆交代，他从5年前就开始虐待动物了，但是在电脑上找到的只有这2年的。行吗？你去当时查一下这5年来有关于虐待动物的案件，仔细捋一下。刘成，你跟夏沫一块儿去。好。夏沫，没事儿，你去吧。档案都在这了，这是1期的，这是15的，上面都有年份，你们自己慢慢找吧。好，谢谢。来吧，再找吧。这也太多了吧？梁哥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找15到17的，我找15前的。行。
同城论坛昨天有人爆了个帖子，陈涵，我给你同步了。这是有人要故意报复马玉啊？谁发能查到吗？查不到，发帖人的 IP 地址是经过虚拟 IP 池洗过的海外基站，查不到真实来源。大哥，哎，你找着了吗？没有啊。我那边也太多了，要不咱俩一块儿找吧？行。这马玉电脑上的视频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他不可能是自己泄露的。马玉的电脑是被黑客给黑了，视频是通过木马程序偷走以后发出来的。看来夏木说的没错，应该是有2个人作案，其中一个就是这黑客。徐翔，哎，整队，这干嘛呀？高队让我把海州案卷宗送到办公室去。海州案？对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高队这次不打算让刑警队人参与，特别是我们专案队。这次专案组的成员全部从各分局抽调，还有省厅派过来的刑侦专家指导工作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先走了啊。哎，找到了一个卷宗，3年前的纵火案，起因是一条狗被撞死了，后来那个车无缘无故就着火了。当时是有个嫌疑人叫肖华军，也被带来问话，但是当时被判定为是车内打火机自燃。这案子我有印象，3年前是分局办的，当时肖华军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。对，他心里有问题，然后他的主治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个不在场证。他的医生叫什么名字？叫沈宇，是海州市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生。先去趟肖华军家，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去档案室就没查点别的？这面海州案查了？没有啊，档案室里有吗？那么大 logo 你看不见？没看见啊，而且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对海专案没兴趣，况且现在有专案组查了，也用不着我来查。也用不着我来查了。你好，我们找一下肖华军。不在啊。是这样，你们家养狗对吧？对啊。小区里有人反映你们家狗没办证，而且出去遛的时候也不拴。我们过来走访一下。办了呀，我们有狗证啊。那你进来，我给你找。坐那儿等会儿吧。啊，溜达溜达。他又惹事儿了。就狗的事儿。哦。那你坐这儿，我就给你找。不好意思，我能去方便一下。哦，那儿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狗啊，一天到晚啊，天天啊，就是跟狗在一块儿啊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连个妈都不叫。行，有证就行。我听说肖华军3年前还养过一条狗啊。哦，对啊，让车给撞死了，所以人家不是送了他一条吗？他就天天跟这狗说话，神神叨叨的。
谁送的知道吗？就是给他看病那心理医生啊。行，这狗没在家。哦，狗丢了。这不是他出去找狗去了吗？也好几天都没回家了，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怎么丢的？前2天他这不是要去遛狗吗？我就跟他说，让他回来的时候啊，给我带瓶酱油。人家超市不让狗进去，他就把狗啊放在超市门口了。买完酱油出来以后啊，狗就让人给偷了。哎呦喂，这就回来跟我没完没了，骂骂咧咧呀，说是那狗要是找不着的话，他就跟我拼命。哎，我是他亲妈呀，啊，你说连个狗都不如吗？那沏茶啊？啊，喝点吧。不用，总不用喝。大姐，你儿子最近真没回过家？哎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没烫着吧？没有。给肖华军打个电话吧，看他现在在哪儿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没人接。那他还有什么常去的地方吗？除了家里边？没有了。自从他爸跳楼自杀以后，亲戚之间就都断了来往了。就3年前，他不是看工地的吗？就当着肖华军的面跳下去了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这孩子的脑子就受了刺激了。那行。等队，泥土，还有草，在厕所地漏里找到的，可以和案发现场的草做个比对。还有这个，看起来不太像衣服上的纤维，很有可能是那个丢的登山包上的。所以肖华军的嫌疑非常大。小刘在马玉的电脑上找到了肖华军那条狗被虐死的视频。但是在咱们挖出那些狗里边，没有这个狗的尸体。你觉得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肖华军杀了人之后，把狗的尸体挖了出来，放在了登山包里回了家，还给狗洗了个澡。我认识人里头能干这事儿的只有顾法医了。精神类的药物不在他床头找到的，这些药只有主治医生确诊了才能拿得到。往后退一下，往后退一下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大家配合一下，往后退一下。他这是沈医生办公室的病人发病了，情绪特别不稳定，要自杀。配合一下。大家回到病房去，不要议论了。帮他包扎一下。是吧？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来，都散了吧。来，好了，配合一下。来，都散了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作证。你记住，家暴只有0次跟无数次。错的不是你，是伤害你的人。走吧。新队梁小兵，这是我搭档夏木。有案子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
你好。干你们这行够闹心的。正常，这边请吧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，尽管问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你们这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叫肖华军的？对。可以说一下他的情况吗？我们院有规定，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去透露病人的隐私。是这样，肖华军涉嫌一起刑事案件，所以希望你配合我们一下，帮我们找到他。所以你只需要回答问题就可以了。啊。以你对肖华军的了解，如果他想找一个藏身的地方，他可能会藏在哪儿？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地方。安全感。回家会让他有安全感吗？不会吧？据我所知，肖华军长期遭受他妈妈的虐待，母子关系非常紧张。能给我们一份他的病历吗？好。小张，进来一下。哎，麻烦你帮我调一下肖华军的病历，打印出来给2位警官。好。哎，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4年前吧。这沈医生记忆力可真好。你说一个心理医生1年得看个600-700个病人吧，这一下子就能想起来3年前的病人，了不起。因为他妈妈在知道他来看心理医生之后，就来医院大闹了几次，后来就断了联系。现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心理疾病带有偏见的。我都头一回来你们这地方。哎呀，我来参观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挺豪华呀，你们这儿。病人就躺这儿哈。对。啊，医生坐这儿。全程都有摄影。沈医生还看法学类的书啊，涉猎很广泛啊。我大学学的是法医专业，后来觉得这个行业不太适合女孩，所以就换了方向。那也算半个同行了是吧？冷队长抬举我了，我学的那点法律知识，早就已经还给学校了。你是不是送给过肖华军那条狗？对，因为宠物能够给我们最纯粹的爱与陪伴，它们永不背叛，对人类有着巨大的疗愈作用。沈医生自己养狗吗？我不养，我工作忙，没有时间。不养好，不养就不会伤心。狗比人命短，提前去世了或者出个意外，多难受。你们要的病历。借本书看啊。刚才为什么不是？我不习惯。刘，还有个人，海州市医院心理科的医生，叫沈宇。你对他什么感觉？你对他什么感觉？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哪儿奇怪？
憋着什么事儿了呗？沈宇31岁，是我们海州市精神心理科的主治医师。他妈妈在他出生的时候难产死，是他爸一个人把他带大的。就沈宇上初中的时候，他爸突然就跟一个女人私奔了，然后就把沈宇10几岁孩子孤零零扔到路旁。他爸跟人跑了以后，这个沈宇还去这个城关派出所报了失踪，他们也留了底，还帮他找过，但是到现在一直也没找到。冷队，那些视频很有可能就是沈宇发出去的。啊？马玉的眼镜是在海州市医院配的。他给眼光中心的医生看过视频，说过他虐待动物的事情。那个医生听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，就去找沈宇做了心理疏导。那这就说通了呀。沈宇知道肖华军的狗是马玉弄死的，赶紧办手续，传唤沈宇，让他介绍给你。嗯。选一张。这次请您来呢，就是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肖华军的病情。肖华军的病学名叫做 PTSD，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他父亲在他面前跳楼自杀，这对一个10多岁的孩子来说，是在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他母亲又长期虐待他。肖华军的病逐渐转变为人格分裂，并且伴有一定的暴力倾向。那你跟肖华军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？是在他父亲跳楼自杀不久之后，他又向我来求助。多大了？16。不好，谢谢。治疗持续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，后来被迫中断了。后来因为他妈不同意嘛，对吧？我跟你说过，这条狗是不是你送给肖华军的呀？没错。那有个视频得给你看一下。这谁干的？虐狗这个人名字叫马玉，已经遇害了。你觉得会是肖华军干的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肖华军心爱的狗被马玉虐死了，你又是肖华军的心理医生，所以你对他的精神状况比我们要了解。肖华军只是我3年之前的病人，目前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。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哦，对，那个前天晚上你下班之后干嘛去了？ 8点多下班，就回家睡觉了。标准的作息时间。
行呗，好嘞，那就这样。讨论一下吧。冷队，我刚才全程特意留意了他脸上的表情，从接到传唤通知到询问，一点都不慌张啊，很正常啊。我觉得不太正常，或者说就是因为太正常了。第一个是他看虐狗案的反应，他的表情不像是第一次看到虐狗案的视频，而且那只狗还是他送给肖华军的。一个这么熟悉的病人，我们跟他说他卷入了刑事案件，他居然没有问肖华军现在怎么样了，我觉得很可疑。他之所以不问肖华军现在怎么样了，就证明他有可能知道肖华军现在没事儿，他跟肖华军之间可能有联系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去医院调监控，看看前天晚上申宇是不是在加班，24小时盯着申宇，看看肖华军会不会跟他再联系。马玉的死，申宇脱不了关系。夏目的资料我也给你搜到了啊，我已经把邮件发过去了，你收到没有？哎，著名的海州系列杀人案你知道吧？这个夏目小警察，他的老师夏金兰就是当年海州系列杀人案的最后一名受害者，当时夏目就躲在旁边的阁楼里。要是这么说，他可能会见过凶手了。我估计见过，很有可能。我检索到2000年一个旧文章啊，那上面好像说有个警察赶到了，进去救了他，还有个警察。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？我用一个叫爬虫的程序，把他最近这大半年的所有的搜索记录给扒了下来。我发现有好几个词汇经常出现，你听着啊：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、间歇式震颤、惊恐发作，一堆毛病的。夏目很有可能去见了心理医生。你能帮我查一下夏目是在哪儿治疗的吗？还没工作到这一步。我杀人了，救救我！我想死了。你在哪儿？我爸死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你去那儿干嘛？谢谢。怎么样？有动静吗？没动静，老样子。我刚才买水的时候，发现小卖部那边有出口。要不这样，咱俩分开订，你在这儿，我回去跟那边订。行。这边有什么异常，你赶紧给我打电话啊！你千万别擅自行动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要抓着小辫子不太好，啊。哎。
好。这是。哎，喂，党队，已经封锁现场了，现在正在初步勘查。尸体身份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是肖华军。但是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，这儿的脚印上上下下，跟虐狗案很像。我马上就到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魏乱队，天幕呢？夏木没跟我在一起，他在申宇家楼下呢。肖华军出事了，你赶紧叫一下夏木，晚上弄顿小人来满楼。好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这地方不能随便进。出去，出去！到，往到！出去！怎么进来的这是？13到22度，哈尔滨多云转阵雨，0度到7度。夏警官，好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刚才？我刚才下楼去扔了下垃圾，顺便买了点早餐什么的。你干什么去了？身上有血。你赶紧去处理一下吧，别让警队的人看见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电话怎么关机了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放车里了。肖华军跳楼自杀了，走吧，赶去现场。走啊！东哥，那个有点不舒服，你能找个厕所吗？我真是服了你懒于上墨啊！这种药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服下去之后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，长期服用还会产生依赖。现场找到了死者肖华军的手机，队里已经调了通话记录了。8点50打了一个陌生的号码，9点25报了110，中间间隔了35分钟。龙队，我去这边看看情况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稍微有点不舒服。申宇兵怎么样？去趟便利店，然后回家了。几点？出去的时候应该是哈尔滨多云转阵雨，0度到7度。8点55，回去的时候是9点35。穿什么鞋？拖鞋。记得看一下，看有没有森林官里中心在左脚那个。谢谢。看不太出来，
这是水泥地，虽然上面有灰尘，但是只能看出来脚印，看不出来发力点和深浅。跟森林公园里不太一样，但是有一点很奇怪，这些脚印也都往上，也都往下。你看，跟我说的一样，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哪有那么容易就看出来。谢谢。几点报警来着？9点25。9点25。对。第2号报警地吧。好。部队。哎，夏沫。哎，高队。你怎么没回去啊？高队，有件事我得和您汇报一下。怎么了？今天盯沈宇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丢了半个小时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这孩子是挺优秀的。但我觉得他不适合待在重案队。当初他来重案队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觉得下面他的确是个好警察。行，你是他直属领导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但咱先把话说清楚。你最好把人给我看紧一点儿，他要再出什么差错，你负责。这，看一下。先生看一下。来租房吗？请看一下。几点报警来着？9点25。我刚才下楼去扔一下垃圾。顺便买了点早餐什么的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田木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田木，田木，夏沫。哎，高队。昨天晚上你反映的情况，我们讨论过了。这样吧。下班之前，你写一份检查交给我。好，谢高队。不用谢我，该谢的是你们冷队。进来吧。啊，高队。高队。哎，开始了啊！颅骨粉碎，四肢和肋部也都有骨折，内脏全部被震碎了。尸体外表没有任何外力，也没有抵抗伤，应该判断是他自己坠楼死亡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他是加速跳到这儿的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坠楼位置在这儿，如果有外力推的话，应该在这儿。只有是自己加速，他才能落到这个地方。还助跑了？可能。啊，
这些伤疤是哪儿来的？陈旧伤，分布身体的各处。全身各处。他被虐待过。肖华军的心理医生说，他从小被家里人家暴。高队，我们法医得出的结论，他确实是自己坠楼死亡。行了，既然这里有了结论，我们去技术室看看吧。弄过啊。在肖家发现的狗毛与案发现场死狗身上的毛发匹配，电击棒和绳索都已经做过了痕迹比对，跟受害人马玉身上的电击伤以及手脚颈部的勒痕一致。工具上面也检测出了马玉和肖华军的指纹和 DNA， 毫无疑问，这2样就是凶器。双肩包是在肖华军死亡现场发现的。包上有没有其他人的痕迹啊？没有其他人的，包里的血迹也经过了种属检验，是动物的，没有人的。那脚印调查的怎么样？脚印的主人身高大概在165和173之间，体重范围是45到55公斤，两起命案现场脚印比对一致，确认是肖华军的。龙队，肖华军的报警电话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想死！救救我！我想死！救救我！他之前是想自首的。估计是杀了人之后内心很受折磨，再加上他当时精神状态也不太稳定，跳楼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解脱吧。手头所有证据都显示，马玉案的凶手就是肖华军。既然他已坠楼身亡，小刘，你去写一份申请，我签字以后送到法制队，让他们向市局领导申请对于这个案子终止调查。好，你们也都开始忙别的案子吧。啊。你不觉得这样？我觉得你这个检查应该写得更深刻一点，还学个阅习报告了你。以后有事找我，别找高队，啊？狼队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你这脸上可一点破烂的表情都没有。马玉的案不都查清了吗？不是大哥，你是头一天上班的咋的呀？这破案跟终止调查是同一回事吗？你赶紧把肖华军他爸意外坠楼案那个卷宗调出来查一遍。我来。啊，治安申请我已经写好了，给高队拿过去吧。让高队签个字就可以入党。啊。尚木，你早就这儿？哦，高队让我在这等他，签个字。哦。哎，只是签字吗？嗯。你找高队有什么事儿？我不是一直想加入重案队吗？冷队一直不同意，我只好曲线救国。只要高队批了，肯定没问题。对了，这个冷队和高队关系是不是特别好啊？当然啦，他们可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，亲生师兄弟，以前还搭档过，就差没有在一个碗里吃饭了。你说贴不贴？但平时也看不太出来啊。我跟你说，就平时有大案子要办的时候，冷队熬夜连轴转，高队就会把办公室钥匙留给他，沙发尽情的睡，东鹏特饮尽情的喝，很有爱吧？有。
哎，陈涵也在啊。哦对，肖华军那个案子，啊，需要你签个字。好。还有事儿？要不让陈涵先说吧。高磊，就是我之前跟你……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再研究研究啊。哦。上次那个事儿，我写的份检查。这件事儿翻篇了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谢谢高队。哎，听冷队说了吗？海州案要重启，这次我亲自来抓。他没跟我说呀。这次重案队不用参与，我希望在你离开队里之前就能破案。太好了，谢谢高队。夏木刚才来找我，他说盯梢沈宇的时候跟丢了整整半个小时。夏木没跟我在一起，他在沈宇家楼下，我在小区另一口守着他。这条路还有其他监控吗？这条路啊，归我们小区物业管。不过我记得这段应该是没有监控的。喂，小刘。冷队，你过来一下吧。这肖华军的父亲还真是个人物，打架斗殴，治安拘留3次，酗酒闹事，拘留5次，小偷小摸2次，分别被判了3个月，这就10进宫了。这还不算没被逮住的，这一看就是个老油子。冷队，你说肖华军他爸这坠楼，会不会是故意有人报复他？像他这种人，肯定得罪人挺多的。沈宇说，肖华军他爸坠楼的时候，肖华军在现场亲眼目睹。对啊，笔录上就这么写的。当时他才16岁。其实当时那烂尾楼已经停工了，然后那个老板呢，就雇了肖华军他爸去那儿看工地。那天晚上就他爸一个人在那儿。后来喝大了，最后从这楼上摔下去了。正好赶上肖华军呢去跟他爸要学费，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幕。你念一下这份笔录。这笔录怎么了？问：肖华军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你爸肖水旺坠楼的？答：那天学校要交补课费，我妈不给我钱，还打了我，让我去找我爸。那天已经10点多了，我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我爸的工地，工地上没有人，我就去问了旁边的餐馆，餐馆的老板跟我说，我爸已经喝醉回到工地了。我就又回到工地，在院子里喊了几声以后，没有人答应我，但是我听到烂尾楼那边有人答应，我就过去了。我爸在3楼，我上去的时候，我爸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，嘴里喊着我不想活了。他跌跌撞撞地往楼边走，我想要过去拉住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掉下去了。我特别害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先回家了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妈已经睡着了，我也不敢告诉她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我才跟我妈说，我妈拉着我去烂尾楼看过之后，打了电话报了警。你按了吗？
怎么了？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我在这背课文呢。你什么感觉？他都说了，像念课本一样。警方只问了一个问题，肖华军就剔了秃噜的把整个事件的全部经过细节讲那么清楚。一个人在经历了那么痛苦的事之后，还能保持这种清晰和理智，况且他当时才16岁，就只写了篇课文。我想问一下，肖华军他爸是不是经常虐待你母子俩？打他，别打我。这都是他拿烟头烫的。是那个烂尾楼吗？嗯。孩子他爸死那天，肖华军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？就是那天，他回来的特别晚。我出门的时候10点多了，路上很黑，走了快半个多小时，就到了我爸上班的工地。门房里没有人，我就跑到旁边的饭店，一家一家的问。小军，我的老板，你这干嘛呢？嘟嘟囔囔的，都几点了？赶紧睡觉吧，明儿还上学呢啊。反正第2天我就知道他爸死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肖华军头一天晚上就背了一晚上笔录，第2天到派出所根本就是背课文呢。我估摸着，之前他去5楼根本就不是跟他爸要学费去了，是让他爸逮到5楼去打。反抗的过程中一失手，你说这么一份笔录，能是谁给他编的呢？去找申宇。监控视频我看了啊。哦，你跟申宇刚才电梯口聊了2句是吧？啊，聊什么了？我就是问他，跟丢那段时间他去哪儿？他说买完东西，他就在小徐家楼下散步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可惜吗？不可惜。这回相机，帮我个忙。下班了啊？冷队长，你带我来这儿，这什么地方呀？这是肖华军出事儿的地方。哦。我去开灯。肖华军就是从3楼摔下来的，死相非常惨。就这儿。哦，对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忘了个东西，稍等，稍等。哎呀！沈医生，听说了你明天过生日，这是我们中原队一点小意思。这个是我送的，包你喜欢。
你怎么知道我明天过生日啊？警察嘛。当当当当。多谢。肖华军当时是从3楼助跑着冲下来的，说明他当时情绪非常激动。哎，你说这种情况，你们学法医的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？我只是一名心理医生。之前我跟你说过呀。哦，对，都还给老师了。你说这地儿邪不邪？你说，当年他爸也是在这儿摔死的。害怕了？我保护你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，住手！你还手啊，肖华军！你还手，不然你会被打死的！肖华军一死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肖华军就是杀马玉的凶手，这没了。姐，我杀人了。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多可惜，你说？年纪这么小，又这么聪明。肖华军，肖华军，肖华军，出来！姐，我头疼的厉害，求你救救我！你先过来，慢慢说。别害怕，我会帮你的。不是我，这是幻觉，是我的主意，这不是真的。不是我没杀人，你杀他！肖华军，肖华军！喂，110接检中心。我杀人了，救救我！我作为他的心理医生，没能帮到他，我也很愧疚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
肖怀军的妈妈虐待他，对不对？还拿烟烫他。他妈妈对他不是很好。可是据我们了解，肖怀军的妈妈非常和蔼呀，关键是一根烟也不抽。冷警官，你还是见识这种心理扭曲的人太少了。这些人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。演的还行不啊？你这拍的也不错啊，关键细节都抓下来了。怎么了你？我跟丢这半小时，会不会真的发生了什么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你改变不了了。你接受他，接受他，啊！他不还是在咱们视线范围之内吗？他要真是嫌疑人，他早晚还会露出马脚的。心可真够大的。干我们这行心不宽能行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在警校，你就优秀生当惯了，欠练，欠实践。你盯着我干嘛？我说的都为你好。反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吧，咱俩可以搭个伴儿，以后出案子你就跟着我。我跟你说这话我不轻易说啊，你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什么学历来着？中专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我就告诉你，我京本第一。不是，那我还高攀不上了呗？行行。哎呀，哎，搭个伴就搭个伴。你没我记忆中弱。我考虑考虑。行。欠你的我都记着呢，我肯定会还的。欠了就还不了喽。不是你知道什么呀你？老刘，哎，哎，小冷队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你们医院7、8年前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医生叫沈宇啊？有啊。沈宇他爸爸就是我们安定医院的医生啊。我能看一下他爸资料吗？他爸爸叫沈海洋，对吧？哎，对，沈海洋。你见过沈海洋？见过，但我调来没多久，沈海洋就失踪了。听人说，跟个女人私奔了。这些是留存的照片。哎，我在这儿呢，看到吧？这个就是沈海洋，沈宇他爸。这个小孩就是沈宇。沈海洋当然我能看一下吗？院长啊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沈海洋是咱们医院的职工吗？怎么不是啊？照片还在这儿呢。我都找遍了，工作日记、考勤档案啊，包括工资条，没有一个人叫沈海洋的呀。怎么可能呢？哎，老关，帮我查个人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沈海洋以前在那个医院工作。有个女儿叫沈宇。行。